就像女演员枫丹带明星，真伤之神芙莉娜的人气毋庸置疑，就像此时屏幕前弹幕一样的多。那我们把夫妇不歪玩的端服来都明上。本期视频5家就为大家深入了解一下芙莉娜的5大常见误区，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5家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专注5家，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强攻略。1、属性杯。对于常队主席来说，属性杯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毕业组件。当服务组队时，绝大多数主席都无需携带对应元素的属性杯。首先，芙莉娜0命就自带全队75%增伤，1命额外给了增伤。只要你等下配置好充能属性加一的奶妈，那么主席就完全不缺增伤城区。再加上夫妇本身无法为队友提供冬季加成，所以在计算了边际效应后，属性杯和冬季杯的提升就基本一致。而对于本身增伤就多到溢出的雷神，在雷夜情夫的体系中，冬季杯的收益反而大于雷伤杯。同理，还有2+2的小宝以及赛诺，如果你有持有优秀的冬季杯或京东杯，那就完全可以用来给这些主席毕业。2、水神。虽然很多人把芙莉娜称作水神，但在对水的操纵上，芙莉娜却存在很多的缺陷。首先，芙莉娜胎役后虽然能够长时间水上行走，但和星海一样，从高处跌落会直接摔死在水面上，而这只能说非常符合主线里的枫丹预言了。其次，芙莉娜和神子一样，即使有2队以上的服务联机，也只能轮流当水神，动起来一组召唤物，后方战绩的服务会把先前的召唤物给直接顶掉，技能等级的属性也只受最后释放的服务影响，就不能学像人家星海跟香菱吗？这下想让4的服务联机除大帝的美梦全碎了。不过服务的机制在联机里也太猛了吧！白服的回血范围比草神的大招还远，还是全队一起回。至于黑服，就要联机最强内怼，不过分吧？3、奶妈配置。夫妇的增伤虽然非常爆炸，但低命服务3人中如果不绑定群体奶妈，不仅保证不了7分值的叠层效率，而且凭服务这的全队耗血量，除了自带回血的那为人设而了，其他角色在切人动人中非常容易暴毙翻车。而目前的优质群奶，除了当期 UP 的白族外，还可以携带能顺抬全队奶量并提供封套减烫的秦团长。4命以上可以保证冲浪的下落地，以及战绩大招都能回血，还物美价廉的瑶瑶。其中瑶瑶还被开发出了搭配夫妇、皇女、林伊特组成的全招物配对，不需要任何操作，一金就能杀穿本期深渊，绝对是平民玩家的水神独家队阵容。4、专武。虽然夫妇的专武自带88%的顶级爆伤属性，但对于低命服务而言，其实并没有那么香。首先，这把武器的范围性属实非常一般，目前除了服务外，只有水上尼禄和阿冷能够吃到特效，而水上尼禄强度绑定命座，阿冷想打输出还有京东武器可以选择。此外，低命夫妇的定位主要还是为增伤辅助，即使带上专武和主息，相比输出能力能比较一般。同时，它的增伤全部绑定在大招上面，如果夫妇单人入队，基本就得绑定充能杀加充能武器。而目前的充能武器中，辅之剑不仅副属性自带充能，还提供了高额的战力增伤和战绩暴击，强度足有专武9成动力。即使入坑晚没人入手辅职，枫丹的水短剑虽然丑是丑了点，但夫妇本身实战不用普通，但论属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夫妇本身心系枫丹民众，人设还这么好玩，男生水短不也挺合适的吗？最关键的是，这次的武器池还有白族专武这的范围性极低的大雷，如果没有手握一发大保底的实力，平民玩家强抽真的容易得不偿失。而且想让水神外端毕业，也还有波波剑这种同步率100%的武器腾空选择，所以不是专武抽不起，而是辅职水短更有性价比。5、特效区别。夫妇作为端方认证的水神，在特效方面可以说直接拉满。不仅愉悦时自带长虹屁，水上行走还有独立的踏水特效，这大招特效真是足足占满了整个屏幕。不过，夫妇的大招特效虽然晃眼，但实战中还是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存在的。首先，服务太大后，如果血条下方出现了3的端重，就说明7分值跌到80层，而7的端重是160层，一群端重是240层。除了屏幕震动一下，则说明达到层数上限，同时端重也会消失。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效来判断用什么手法队友能最快叠满服务大招层数，达到配对最优解。如果你觉得这个特效实在影响视野的操作，也可以直接调低画质来取消特效。你还知道什么芙莉娜的小技巧跟误区吗？感谢大家3点钟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